我問呢個假設性問題咧，假如中國共產黨倒台，或者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人想改革同西方呢個接近西方嘅體系，咁應該點樣進行呢？對吧？因为现在就没有这个现实的可能性了。之前我们在谈，我们多伦多还有一个自媒体人龚子沈，他讲的那个观点我是赞成的，共产党只能被打败啊，他不能被改造啊，他是这样一種情況。但我也不知道肖先生這個問題怎麼看，對中國未來和即係假設有人真係容許呢個中國人民可以自由啦咁樣，咁但你又覺得即係中國人民係咪夠呢個水準去進行自治啊，或者立即走向呢個民主啊？咁係咪會亂咧？係咪又要揾一個威權政府翻嚟啊？即係咁樣咧，立即進行一個民主體制，中國變咗個民主國家咧，還是係會變咗係內戰咧？即係咁樣係。從一般情況來看，我覺得就是如果一個集權政府突然倒台，它缺少社會的緩衝階層。我們講了，它政治它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你要建立起秩序的話，必須要大家人群有一個歸屬感，有一個服從的對象。如果缺少這個，比如說第2級、第3級、第4級這樣的社會權威存在的話它是不容易立刻恢復建立起一個普遍秩序的。所以呢，通常最高的那個權威倒了以後呢，權力會向次級的權威集中。所以說，盡管很多人在談這個中國分裂的問題，實際上我認為呢，中國是有可能分裂的，分裂成很多地方性的，因為大家都會就是朝跟自己生活最接近的，誰最能夠維持我的安全感，維持我的這個生活狀況，那我就會服從誰。所以通常那種情況下呢，那麼權力就會向這個叫地方級的小的單位集中，這是一個常情常理的一個情況。你說會不會內戰呢？這個中國長期分裂這種情況，這種劇本呢，我認為是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為中國的這個分裂的過程，從歷史過程上來講呢，是越來越短的。中國最長的分裂時間是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中間這幾百年時間。實際上西晉呢有短暫幾十年的統一，但是那個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以後嘛，就形成了這個分裂局面，直到這個隋滅陳再重新完成了統一。這是最長的一段分裂過程。在之後呢，最長的分裂過程呢，就是從宋金對峙到宋蒙戰爭這個元滅宋，重新完成統一之後的進程，你會發現從大約300年到這個宋金對峙，後來的這個一共到宋蒙戰爭一共150幾年，南宋150多年，然後到一直到後面，它的這個分裂的時間是越來越短。一直到民國初年，從這個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然後到1928年中華民國名義上統一中國，中間不過10幾年時間。這10幾年的時間，實際上呢也並不是過去的分裂，而是這個中華民國名義上，它是整個國家是中華民國，但實際上對於誰是合法的中央政府，然後呢各個地方有不同的看法而已。所謂軍閥內戰其實是這樣，所以中國的總的歷史進程來講，它分裂進程你會發現。它是越來越短，越來越短，越來越短，再重新完成統一。這主要是一個地理問題，因為我已經之前解釋很多次了哈，可能我們這個朋友們也都知道，它主要是一個地理問題。因為中國的目前漢族聚居區，它缺少大的地理屏障，因為歷史上民族的形成，民族差異要固定化，它需要大的地理屏障。歐洲在歷史上為什麼形成了多中心？它是因為有大的地理阻隔。南歐有這個阿爾卑斯山把意大利和歐洲分開，然後呢，另外在西班牙半島這邊有比利牛斯山脈分開，整個東歐有卡爾巴阡山脈有大山阻隔。這種地理阻隔呢，讓這個軍事征服統一變得成本非常非常高，不容易。所以呢，就基本上就形成了一個這個大的地理阻隔所劃分出來的一個個的區域性的中心。中國呢就一直沒有這樣的地理阻隔。中國的秦嶺山脈比起阿爾卑斯山就簡直太弱雞了。中國的秦嶺山脈是說南北綿延600里，它是一個南北大的一個地理屏障。它不像阿爾卑斯山，它有大的斷崖，它那個落差很大。它落差很大，可以從這個幾百米一直掉到海平面，所以它這個人們的交通非常不便。秦嶺山脈呢，就是說它是一個綿延的山系，但是中間有很多條路你可以走得通。長江黃河呢，它相當於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它把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全部連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就随着这个古代变得地图越来越开的模式，以前说什么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只有走几条路。然后后来这个随着这个三国之间的老是打仗，人们就探明更多路啊，有什么金牛道，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道，后来都探明了。或者后来发现其实进四川也挺容易的，只不过以前没有探明这些道而已。它就变得这个就军事上的不断的尝试，就变得人们对这个地理范围环境越来越熟悉，就没有办法阻隔。最后发现怎么办呢？地理屏障最后找到在哪儿呢？东边是大海，北面是西伯利亚，那是自然的气候给你隔开了，你不适合人居。西面是青藏高原，那么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地理阻隔，所以只有在这些地理范围之外，才能够形成，就是说和汉族地区固定差异化的民族。民族是建立国家的根本，正因为是说没有这个大的地理屏障，能够让民族差异长期化，造成中国由于这种集权社会崩溃以后造成分裂，分裂以后最终还是会走向统一。打来打去，一会儿打一会儿谈，它最终还是会走向统一。所以长期的分裂，從歷史大邏輯來看，中國是不具備嘅。我都同意阿文超先生講嘅，咁就係其實我講幾個我嘅觀點啦，即係呢個第一就係頭先我問文超嗰啲，我都有一啲固定嘅觀點。第一就係中國文化嘅弱項係乜嘢咧？中國文化咧，其實去到孟子啊，民為貴，社稷貴，次之君為輕咧，係呢個叫文本主義。係文本主義咧，係現代民主之前最接近民主主義嘅嘢，跨一步過去。呢、個就以民為本嘅主義，但呢步係跨唔到過去。咁呢個係現實。中國文化嘅弱點係乜嘢咧？中國嘅文化弱點咧，係全部嘅文化思維在解決人類嘅秩序問題，而佢不擅長抽象思維嘅，即係咧全部係講倫理關係啊，講社會秩序嘅維持。即係子不語怪力亂疾呢啲嘢咧係唔講嘅，存而不論嘅，即係咧冇講終極嘅，譬如話呢個原子啊呢啲問題咧，中國從來冇提出過出嚟嘅。中國亦都冇發展到邏輯呢啲，中國人咧係完全唔擅長抽象思維。咁呢個咧唔擅長抽象思維咧，對於呢個科學發展係有極大嘅障礙，冇尋求宇宙嘅終極問題或者物質嘅終極問題。即係舉個例，中國咧，我係唔明嘅，即係幾千年來咧都發展唔到一套對於嗰啲生物嘅分類方法咧，呢個係好粗豪嘅，認為咧會變嘅，即係呢個咧蟲係會變咗魚啊，魚係會變咗雀仔，即係咁嘅。嗱，呢個就係文化，就係統一問題咧。我同意阿文超講，我係要打破呢個迷思，認為咧呢個中國如果共產黨倒台就會分裂咧，呢個係唔會嘅。其實分裂咧係在於你入邊嘅人啊，有冇一個嗰個交通越嚟越方便，個文化傳播越嚟越方便咧，佢係更為有更強大嘅凝聚力。即係其實文超有講呢個，其實我有提到嘅，就係中國最大嘅分裂咧，就喺三國到南北朝啫，後邊咧就冇咁長嘅分裂嘅，其實就係冇咁長嘅分裂嘅。就係到咗呢一個唐朝亡咧，就只係50幾年咧，就要建立宋朝。宋朝咧就其實就係外國打入嚟，即係呢個游牧民族打入嚟，有個對峙，呢、個就係呢一個契丹、金國同元嘅對峙，呢、一個就係嗰個唔係中國漢文化嘅分裂。然後咧就到咗呢一個係宋之後。元之後接明朝，明朝接清朝咧，幾乎係連接嘅。而係到呢個民國咧，就係呢一個你哋所講嘅軍閥時期啊，其實只係1916年至1928年12年啫。1916年之前咧，袁世凱話晒事，1928年基本上就國民黨統一，交通嘅方便同文化交流嘅方便，佢嗰個越南係製造分裂嘅，越南製造分裂嘅。但係咧，中國一個咁嘅國家咧，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一個太大呢個國家，尤其是東面西邊啊，啲民情距離好遠咧，你係要 accommodate 一個咁嘅國家咧，就係、你會諗到嘅，即係我哋個地方譬如細，譬如香港咁啊，
咁咧我哋就會覺得香港政府有咩地方做得唔好。如果中國咁大嘅政府咧，我北京人覺得中國政府做得唔好咧，佢就會話你唔知㗎啦，西藏啊嗰啲地方好 Q 難搞，係咪啊？所以我哋係要將中國掠細咗佢。咁掠細咗佢咧，我唔係話主張中國分裂嘅，即係如果邊個中意獨立就獨立啦。但係其實一定要高度嘅自治同埋聯邦制，先至可以 accommodate 一個咁複雜嘅、咁龐大嘅國家。即係內部嘅 flexibility 嘅彈性咧，就係夠多嘅，其實係。对我刚才想补充一点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民主和这个文化的关系哈，我刚才其实关键想说的一点是，人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它并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什么民主或者君主所能保障的，根本上是需要社会权力的这个分散，它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权体，需要一个广纳型的。利益和权力分散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团体才能够保障。因为单一的民主啊，它如果是单一化，它会有很大的问题，它有可能带来这个民主暴政的问题。苏格拉底不就是被雅典人投票给投死了吗？大家投票判他死刑就判他死刑了。啊，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上演过很多民主暴政，就是革命群众一喊要把谁杀了就把谁杀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它要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对人无差别的保护，它本身需要一个广纳型的权力分散的社会，这个是宪政的基础。实际上英国的民主投票权是逐渐扩大的，但是英国的宪政基础基本在18世纪是相当稳定了，就是从我们一般讲光荣革命了，是吧？17世纪时候就建立起来，到18世纪已经相当稳定了。但那个时候投票权是相当有限的，那个时候对人们的投票权是有财产限制的，主要是不动产。就是你得有土地，如果你是城市居民的话，你得有能够换算成这个土地的这个货币资产也好，或者是其他财产也好，你才能够投票。所以投票权逐渐扩大到没有土地的、没有固定资产的平民，然后再扩大到妇女这个它是经历过一个英国并没有一部宪法，英国是有一些宪政文件造成权力先从国王到议会。那会儿议会主要是贵族院，然后再从议会贵族院上院转移到下院平民院是吧？是这样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那是因为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整个社会权力比较分散，权力分散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为一句话决定别人的生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达成妥协，然后呢慢慢把投票权扩大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就说实际上这个社会转型这一步是首先这种基础层面的改造是很重要的，否则革命来了，民主来了，不过以民主之名再行暴政，那没有任何意义，對吧？門市震撼優惠，2018年，比頓山莊紅酒一支750ml，法國波爾多紅酒靚酒區，有比頓山莊係200年歷史嘅酒莊，係2018嘅混合葡萄紅酒、品麗珠、赤霞珠同埋梅洛紅酒，呈現出紅寶石顏色香氣、成熟嘅水果味同烤橡蜜桶嘅幽香，口感豐富，非常厚實，入口有黑加侖子、布冧同黑朱古力嘅美味。呢個酒仲獲獎無數，俾名釀酒師評分係92分，真係高分。所以呢個酒係入駐高級及米芝蓮星級食府同推介嘅。如果好似名人飯店、福臨門、國福樓等等，原價每支728蚊，而家4折，超級震撼價291.2，真係超級震撼價啊！咁開心嘅事一定要分享俾朋友知。每位會員限購2支，由即日起到10月31日，只限門市，售完則止。